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发现一个和你长得一样的人，就连声音都毫无差别，而对方过的还是你梦寐以求的生活，你是想取而代之，还是避而远之？如果你没有答案，今天就让杨仔带你走进这场细思极恐的人性迷宫——宿敌。亚当是一名大学历史讲师，可他的生活却寡淡压抑到了极致，每天准时上课，准时回家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，也没有多余的社交，就连和女友玛丽的相处都平淡的像一潭死水，仿佛一眼就能望到头。这天，同事随口提了一句，说看电影能解闷，陶冶情操。未曾想，这一次小小的尝试，竟彻底打碎了他那平静的生活。当天晚上，亚当便沉浸在电影的世界中，可看着看着，他整个人瞬间僵住。屏幕里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，竟然和他长得分毫不差，除了没有胡子、眉眼、身形，甚至微妙的表情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难道世界上真的有长相完全重合的陌生人？亚当起初没当回事儿，可好奇心就像野草一样疯狂滋长，就连上课都频频走神。回到家后，他立刻查找这个演员的信息，由于只是龙套演员，亚当只能逐页翻找演员表，终于找到了他的名字安东尼·克莱尔。说是演员，其实就是个没存在感的龙套。可不管如何，亚当还是想弄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。查到安东尼所在的公司后，他立刻开车来到楼下，谁知公司进出都需要刷门禁卡，他蹲守半天，趁着有人出门才混了进去。可刚进来他就后悔了，因为他压根没想好接下来到底该做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保安却叫出了他。亚当当场僵在原地，保安接着念叨 Hey, long time no see. I couldn't tell it was you with that beard. Is that for a movie? 这一刻他才明白两人到底有多像，即便他戴着一副墨镜，依然被当成安东尼。从保安口中得知，安东尼已经整整6个月没有来公司，这里周六也没人上班。亚当强装镇定，声称自己回来就是拿点东西。听到这话，保安说这里有一个他的文件袋，亚当不敢多逗留，抓起文件就仓皇逃离了这里。里面是一封标着个人机密的信件，这让亚当愈发肯定，背后一定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按照信件上的地址，亚当顺利找到了安东尼的公寓。这里是一处高档小区，和自己简陋的出租屋天差地别。他不敢贸然上楼，只能用公用电话打给安东尼。可接电话的却是安东尼怀孕6个月的妻子海伦。Calling to speak to Daniel St. Clair D. 亚当彻底懵了，看来两人不仅样貌相同，就连说话的声音也都一模一样。亚当连忙解释自己不是安东尼，可海伦根本不信，只当是丈夫搞的恶作剧，吓得亚当连忙挂掉电话。可心底的疑惑却越来越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平行时空的另一个自己？可作为严谨的大学历史讲师，他根本不信什么时空穿越，内心的不甘让他再次拨通了电话。这次接电话的是安东尼本人，可得知亚当就是之前恶搞他妻子的陌生人后，他的语气瞬间变得冰冷，甚至发出警告。即便亚当喊出两人音色一模一样，安东尼也没有理会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亚当没有罢休，他必须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于是再次拨通了安东尼的电话。不等对方开口，亚当率先说出自己的发现。亚当把自己的发现全讲了出来，希望安东尼能和他见一面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可很不巧的是，安东尼在接电话的时候，妻子海伦刚好就站在旁边，听得一清二楚。果然，安东尼和亚当有着一模一样的外貌，就连胡子的形状都一样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亚当的性子较软弱，而安东尼的性子比较张扬。可这通电话却让家里炸开了锅。本就孕期敏感的海伦误以为安东尼又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安东尼拼命解释说对方可能就是他的影迷，想要见一面，但海伦显然不信。I don't want to get into this. Are you seeing her again? I don't want to get anything. It was a man! It was a man! What do you think it was, a jealous husband? Yeah. 安东尼不想和妻子争吵下去，可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难道世界上真的有和自己长得一样的人？半夜他偷偷查亚当的信息，发现亚当真的是一名大学历史讲师，但和自己毫无交集。海伦见他半夜不睡，鬼鬼祟祟，便起身看看，竟在他口袋里找到一张字条，是亚当的信息。为了弄清楚，第二天一早，海伦便孤身来到这所大学。可当他远远看到亚当的那一刻，他彻底呆住了，因为对方和安东尼一模一样。他悄悄坐在亚当旁边，察觉到目光，亚当礼貌性地跟海伦打起了招呼。 How many months are you? 6. That's nice. 与安东尼不同，亚当的语气温柔又谦和，满是暖意。两人闲聊几句后，亚当便起身离开。海伦竟一时看出了神，两人实在太像。
为了确定眼前发生的一幕不是做梦，他给安东尼打了一个电话。随着安东尼的声音传来，他终于确定这是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可这违背常理的事情却让他陷入巨大困惑。回到家后，安东尼询问他买的蓝莓去了哪里，可海伦全程失神没有搭理。察觉到他的异常，安东尼便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海伦这才把自己去学校看到亚当的事情说了出来。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like What's happening? I really don't know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. 直到这一刻，安东尼才相信亚当不是骗子。为了彻底解开这个谜团，他给亚当打了一个电话，约定见面时间。亚当早早来到酒店，可内心却无比紧张。当房门打开，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两个人都被震撼到了。这不是像，是完全重合，仿佛就是在照镜子一样。 Show me your hands, man. Why? Come on, show me your hands. 随着两人的双手摊出，竟然就连手指长度、手型轮廓都毫无差别。安东尼难以置信，这让他确定两人肯定是失散多年的双胞胎。可亚当却连连摇头。Did you have a scar on your chest? 亚当猛地一怔，安东尼见状立刻褪去外套，接着撩起衣服，露出了腰间那一道长长的疤痕。亚当彻底不淡定了，从他的表情中就能看出他身上也有这样一条伤疤，大脑瞬间一片混乱。他把那封信件留下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他根本不敢面对这个和自己完全一样的人，更想不通这一切的缘由。思来想去，他专程找到自己的母亲，询问他是不是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兄弟。母亲却一口咬定没有，接着端来一盘蓝莓。可亚当从来都不喜欢吃蓝莓。更让他疑惑的是，母亲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You have a respectable job. You have a nice apartment. And since we're being frank here, you should quit that fantasy being a third-rate movie actor. 本以为此事到此结束，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安东尼却对此事有着不同看法。他认为亚当的逃离肯定是因为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，而妻子见过对方后也有些不对。难道是两人 Did you sleep with my wife? 一颗猜忌的毒牙在安东尼心底疯狂滋生，他开始偷偷跟踪亚当。这天，他突然发现对方还有一个长相甜美的女朋友，两人感情恩爱，十分甜蜜。这让安东尼瞬间生出一股嫉妒之火，他当即转移目标，悄悄尾随在玛丽身后，看着那美妙的身姿，一个荒诞又变态的计划在他心中悄然成型。自从妻子怀孕，安东尼已经压抑了整整6个月，而自己又和玛丽男友长得一模一样，那岂不是能以假乱真？想到这一点，安东尼主动找到亚当，不等对方开口，他就是一顿怒斥，声称他不该把自己妻子拉扯进来，现在已经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。亚当有些莫名其妙，说自己只是打了一个电话，恰好被他妻子接到。其实安东尼内心很清楚，像亚当这种窝囊的性格根本不敢乱来。他那天对着镜子大吼，也不过是在排练自己的表情，所以刚进来就先给亚当扣上一项莫须有的污名。 You fuck my wife. This is crazy. I'm fucking crazy. I'm fucking. I am fucking crazy! I'm fucking crazy! You brought my wife into this, man! So I'm gonna bring your girlfriend into the picture as well. 见对方被吓住，安东尼当即提出身份互换1天的荒唐要求，由自己冒充亚当去找玛丽，亚当则顶替自己陪伴他怀孕的妻子海伦。不得不说，当过演员的安东尼演戏毫无破绽，而面对这个无耻要求，性格懦弱的亚当竟然没有反抗，最终选择妥协。这场荒诞的身份互换也把两人的人生彻底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安东尼换上亚当的衣服便匆匆离开，只留下一脸呆愣的亚当。很快，安东尼便找上玛丽，开启了一场伪装的甜蜜旅行。另一边，挣扎许久的亚当也来到安东尼的公寓，似乎也想尝试新的生活。可走到楼下后，却不敢贸然上去，也没有钥匙，便想给安东尼打一个电话。就在这时，安保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得知亚当忘带钥匙，他也没有多疑，甚至还很热情的要帮亚当开门。可刚一进入电梯，保安便说了句让亚当莫名其妙的话。Can't stop thinking about the other night. 不明所以的亚当只能机械式的点头回应。 Can't get out of my head. I know I shouldn't talk about this, but I'd love to go back. 亚当只能胡乱应付。走进安东尼的家，亚当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。精致的装修、宽敞的房间和自己简陋的出租屋完全不同。他默默换上安东尼的衣服，随后又把自己的衣服叠好放进衣柜，甚至还细心整理了凌乱的床单，一切都显得格外小心。随后在屋里四处打探，冰箱里塞满了他最讨厌的蓝莓，安东尼却很喜欢。书架上是放着他和妻子海伦的照片，亚当却看着有点眼熟，只是他家里有半张这种相片，这让他感到愈发诡异，只能坐在客厅静静等候陌生的妻子。没多久便传来海伦的声音
Like, What are you doing home? I thought you ate milk. I can't find it. 此时的海伦并没有多想，可久久都不见亚当进房间睡觉。更奇怪的是，对方说话的方式跟以往不一样，这让她想起了那个酷似丈夫的大学教师。这一刻，海伦似乎已经看穿一切，看着那张和丈夫有着一样的脸，她并没有拆穿，而是一改往日的冷淡，主动靠了上去。另一边，安东尼已经带着玛丽来到酒店，可正在兴头上时，玛丽却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她敏锐地发现安东尼的手指上有结婚戒指的印记，这让玛丽误以为亚当瞒着自己已婚的事实。她气冲冲地离开了酒店。如果就这样各自离开，可能还会相安无事。可在回去途中，两人竟然在车上大吵起来。愤怒的安东尼便要将玛丽赶下车，却不料突然发生车祸。第二天一早，收音机便在报道那起车祸事故，可还没听完，亚当就顺手关掉了它。随后，他自然而然地穿上安东尼的外套。就在这时，他从怀中掏出了那封写着机密的信件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亚当拆了开来，里面竟然是一把钥匙。这一刻，他的眼神突然发生了一丝转变，像变了一个人。这时，海伦从浴室走了出来。亚当挣扎片刻，向海伦问了一个问题 Helen, did you plan on doing something tonight? Because I think I have to go out. 可久久都不见海伦回应。亚当便来到卧室。Helen? 亚当一脸平静，而影片也在此处戛然而止。所有的谜团，所有的伏笔都在这一刻定格，只留给观众无尽的遐想和细思极恐的真相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这根本不是科幻悬疑，而是一场关于人性的自我审判。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主角，所有诡异都是人格分裂造成的幻象。那到底谁是主人格？结合所有剧情，可以明确判定安东尼才是男主的主人格，只是导演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，以亚当出场解开谜题。比如母亲见到男主时会主动拿出蓝莓，接着还说了一句，现在有一份好的工作，就不要想着去当什么三流的小演员。那是男主最原始的本我，因放纵欲望被自我压抑了整整6个月。对应保安口中的消失时长，也对应妻子海伦怀孕的周期。具体应该是怎样的？应该是安东尼在婚内偷吃，结果对方发现他已经成婚，两人发生争执，最终引发车祸。他侥幸没死，但腰上留了一条长长的疤痕，因为愧疚分裂出亚当人格，这是诞生的超我。这时的他刻板克制，厌恶蓝莓，用枯燥的生活惩罚自己的欲望，这也是他公寓里只有半张被撕碎的照片的原因。妻子见到他会惊讶，是因为看到他突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。最终见他回归家庭，海伦选择了原谅与接纳，而全片贯穿始终的昏黄色调并不是美术设计，是男主精神状态的直观呈现。昏黄代表压抑、焦虑，是男主被生活、欲望、责任捆绑的内心写照。另外，蜘蛛在本文总共出现3次，第一次是影片开场，在一处少儿不宜的会所内，侍女端来一个碟子，但里面的装的却是一只蜘蛛，它代表的是欲望。而保安就是安东尼带去的，这也是保安在电梯内说那些怪话的原因，因为他没资格进入会所，想安东尼再带他去一次。第二次是在城市上空出现的巨型蜘蛛，它代表命运与生活的无形牢笼。结尾，海伦化身蜘蛛是女性的控制与内心的审判。最后，安东尼紧握会所钥匙，意味着欲望的轮回再次开启。他是选择沉浸其中，还是突破自我？其实每个人都有两面性，这是人性本质，无法抹杀，也无需逃避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与自己战斗，而真正的成熟，从来不是消灭内心的阴暗面，而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与内心的宿敌和解。今日解析到此结束，我是羊仔探剧，我们下期见。